好，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联想拯救者电竞手机 Pro 的开箱体验啊，这个名字好长啊！这台手机呢，之前是预热了好长一段时间啊，而且呢，把我这个好奇心是吊得非常的高。它之前在预热的时候，有好几个点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双 X 轴的震动马达，还有业界最大的正面扬声器系统。其实我最关注的还是它的 ID。OK， 不客观的体验小白测评，咱们马上来开箱这一台拯救者电竞手机 Pro。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投硬币。我们刚刚拿到这台手机的时候呢，这个盒子的重量啊，应该是我们今年开箱过所有手机里面最重的一个盒子。外包装上呢就是一个套，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里边的这个充满了玄机，它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开口。再来一次。就是开这个盒子的时候，它都仪式感非常满啊！就是这个盒子是自带一个小喇叭的，就是那种机甲生出来的那种感觉。OK， 这个机型呢，其实我们已经是前期把它设置完毕了，咱们先拿出来看一下里边都有什么东西啊。既然这么重，哇！这里边呢应该就是说明书，还有就是这个保护壳了啊。这个保护壳呢，它也是这种双翼型的，就是侧边呢就是没有保护的，就是顶部和底部啊。不过这个质感还是非常好的。然后就是它的这个充电器啊，这个充电器是一个双口的，每个口都是45瓦的一个充电器。这个充电器的体积在高瓦数双口里边算是比较小巧的了，而且边上呢做了一些切割的处理，不至于那么的拉手。然后还有就是2个 Type C 的这个数据线了，这个是2个，4个都是 C 口啊。整个机器呢我们是体验了有一段时间了，可说的点真的实在是太多了，因为这台机器真的是几个字啊，5个字啊，为游戏而生。它就是一个非常纯正的游戏手机。首先就是在预热的时候，大家讨论就比较多的，它是有2个 Type C 的这个接口。其实机身上有2个接口的这手机呢，并不是只有它一个，但是它是2个一模一样的 Type C 接口，一个是在它的这个左侧边，还有一个就是底边。它这个充电器呢也是相对应的。这样的话呢，这个手机呢就可以2个同时充45瓦，这个是一个非常清奇的思路啊！之前是怎么想也没有想到。在外观 ID 方面呢，这台手机也是非常的电竞，在前面和后面都是。正面这块屏幕呢是 AMOLED 的一个侧边升降的一个全面屏，它没有挖孔。然后下巴还有这个额头呢，虽然是有一点宽度，但是它放下了2个非常大的这个扬声器，后面咱们还会讲到。屏幕的这个刷新率呢是144赫兹，24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也是目前最顶尖的这个参数了。然后中框方面呢，它是一个全铝合金的中框，然后在机器的右侧中框上呢，也是有2个尖键的这是超声波的这个触控式的尖键。着重要说的是它这个电源键，因为它是一个侧边升降嘛。好，咱们升出来看，在这儿升出来，够清奇吧？这个设计，它这个电源键呢是和这个侧边伸出来的这个摄像头是融合在一体的。摁一下它就进去了，但是呢，你正常呢，就是摁电源键呢，完全不受影响，而且这个公差做的也是非常的好。就是一开始我以为会比较松动，因为之前在顶部的那些升降系统呢都是比较松动的，但是这个并没有什么松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它是完全感觉不到在一个升降结构上的电源键这个质感方面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OK， 今年基友们关心的一个比较大的重点就是扬声器，这个双扬声器啊，非常值得说的。这个是目前全球首款双0.65毫米的超大振幅正出音系统。说人话就是正面全对称式扬声器，而且是业界最大。就是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它并不是在顶部和底边手指容易遮挡，它是全正面的，完全不会遮挡。光说不听假把式，咱们拿双立体声扬声器给大家来录一下这个正面出音的效果。
OK， 咱们转到背面啊，这个设计元素是非常非常多。我们手里这个颜色呢叫绚蓝冰刃啊，听这个名字就非常的电竞，非常的游戏啊。它也是一个机甲风格的设计，有这种机甲风格的这种竖的线条，然后中间呢是一个拯救者这种 Y 型的一个 logo， 而且这个 logo 呢是呼吸灯，可以自定义光效的颜色，也是非常炫酷的。游戏手机嘛，必须要有 RGB 即信仰啊。然后就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双摄的设计了首先说一下，它后背呢是纯平的，没有任何地方是凸起的。这个摄像头呢，它真的给放在了差不多腰线的这个位置。之前网上出爆料图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工程样机吧，不会是真的吧？结果真的给放到了这个腰线的这个位置啊。这个摄像头还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还有就是侧边升降的这个前摄系统，上面呢也有一个小的这个 logo 的呼吸灯，也是非常的精致。并且这个前置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它可以在你打游戏的时候开启前置摄像头，让你边打游戏可以边直播，不再需要另外的设备了。参数方面呢，这个中置弹出式的这个前置呢，它是2000万像素，然后后背的这个双摄呢，主摄是来自三星的 GW1 6400万的一个主摄，然后还有一个1600万的超广角镜头，这个对于一款极致游戏手机来说呢，算是挺够用的。OK， 还是老规矩，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拯救者"这3个字，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拍样张和实测数据，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相信大家应该也知道了。这台拯救者电竞 Pro 上的大部分设计基本上都是为了让你横向握持打游戏为手游而生的，就是你正面看怎么看这个手机怎么怪，就感觉这个太另类了是吧？怎么会有手机这样干呢？但是如果你把它横过来的时候，你就感觉一切都是 OK 的，一切都是符合的。而且呢，这次它不光是在外部的 ID 设计上是这样做的，里边的这个 ID 设计上呢，它也把这个处理器呢放到了中间的位置，这样你在横屏打游戏的时候，正好感受不到机身最发热的地方。当然，这种非常极致的游戏手机设计呢，有几个小点呢也是值得担忧的，因为它这个上下扬声器是一模一样的，全黑的屏幕，电源键呢也是在正中间的部分，你非常容易把它拿到。第二个就是我们不打游戏，正常使用手机的时候，如果你一旦开启前置，如果你手稍往上靠一些的话，你这个前置摄像头就会顶到你的手掌，这是第二个。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摄像头放的比较靠下，你在正常握持手机的时候，比如说打开摄像头，有的时候这个手指可能会挡到这个摄像头的位置。其实把这个双摄和这个闪光灯的模组呢，尽量的往中间放，也是为了散热的考量。因为除了处理器之外，手机第二个散热大户就是摄像模组，在这样横屏握持的时候，这块也不容易感受到发热。我们也实测了一下1小时的游戏，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就是对于游戏手机大家担忧比较多的这个续航方面，它也采用了一个双电芯的设计，要不然它怎么可以2个口同时给这手机进行充电呢？是2个2500毫安时的电池啊，组成了一个5000毫安时的。OK， 在机的核心配置方面呢，首发骁龙865 Plus 加上 X5 这个双模的5G 之前大家都比较关注这个85 Plus 的这个性能表现啊，在纸面的情况下呢，综合要比这个865呢提升了9%到10%。大概的这么一个区间，就是一个小的一个积雪版本。跑分方面呢，我们先给大家放一波。目前我们体验到的机器呢，还是早期的工程版，这个跑分情况呢仅供参考。后续的量产版呢，应该会有所提升，到时候我们会持续跟进。另外就是 LPDDR5 和 UFS 3.1 了，这些都是目前最顶的这个参数。而且我们手里这台呢是一个皇帝版本啊，16加上512的存储组合。16加512，我使的笔记本还没它的内存大呢。下面一个点也是今年机友们非常关注的，那就是 X 轴的震动马达。感觉哪台机器没有 X 轴震动马达都不能叫做一台旗舰机了。这台机器给你放了2个 X 轴的震动马达，而且呢，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安卓的底层呢是不允许这样做的，但是呢，这个联想呢自己改了一下，让它放了这个2个 X 轴震动马达，而且呢做了这个游戏的适配和调用，这一点上是非常好的。就是有很多 X 轴震动马达它放了，但是它调的并不好，这个或者说跟游戏结合的也并不太好，这个可能没有物尽其用，但是这个又给你放了2个，然后也做了优化，而且这台游戏手机呢，它也有 NFC 的加持。对于一台游戏手机，在硬件方面这个体验上，我觉得就无需多言了，又有肩键，然后整个这个设计，反正全部都是为了游戏而生的。在软件方面，它支持这个 DP 的投屏协议，可以连接 PC、鼠标和这个键盘等等外设，而且呢，它可以适配专业的这个游戏手柄就是非常游戏嘛，对吧 ？OK，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啊，这个今天聊的还是非常多，因为这个机器确实
太不同了。相对于之前我们体验的，比如说黑鲨、红魔这些游戏手机，拯救者 Pro 啊，这个更像是一个可以打电话的游戏机，真的是为横过而生。这个手机拿到手里，你就感觉它没想让你这样来拿着用这个手机，它就是让你这样玩的。这样来长期使用这台机器的，整个这台机器从外部的这个 ID 设计，还有硬件的一些重新组合，这包括内部的这个结构堆叠的设计，到软件方面，全部都是为了游戏做了很多的这个努力。当然，它这么极致的一台游戏手机，这么偏科，相对应的在日常使用中的这个体验呢，肯定是有所取舍的。它面对的就是那些非常极致的。就是要玩游戏，我就是日常打游戏多的这种极客用户整体来说呢，拯救者作为一个游戏手机来说，它参赛相对比较晚，其他家呢早都已经发了，但是呢很多地方呢确实都做了很多创新的这个设计。不管怎么说吧，这种创新的这种精神，还有就是这种探索的这个精神确实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而且呢，我们体验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就是这个游戏机真的非常不错，真的就是这样说，它就是个游戏机，真的非常不错。OK， 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关注我们的 B 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搜索小白测评即可。然后后续呢，关于拯救者 Pro 这台机的所有实测数据，我们都会更新到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小程序里面到时候大家扫码关注我们公众号查看就可以了。不关注你，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